在做 EEG 实验的话呢，通常我们会用一个 EEG 放大器。那在我们实验室用的是 NeuroScan 的 Sync Amplitude 这个型号。对，那这个放大器它可以支援到128颗电极，但是以我们常用的习惯的正常的成人，我们会使用64电极。那现在受试者已经准备好可以做实验了，里面有一个人在跟他解说实验的需求跟要做什么事情。那这个画面就是可以让我们在实验的过程中监控他们现在电极帽运作的状态。就基本上受试者在很放松的时候呢，应该会看到比较平稳的脑波。那你如果受试者在身体有一点点不舒服，或者是肌肉紧绷，然后觉得他们坐立难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杂乱的讯息。那这时候我们就可能需要进去了解一下自己的状况。那通常在实验过程中，假设受试者他觉得需要站起来离开，甚至他希望可以中断实验的话，我们都可以允许他们把帽子拆掉。好，那所以 EEG 的实验就需要一个实验用的电脑监控脑波。那另外我们还会有一台电脑呢，它会负责呈现实验需要用的刺激。那比如说让你们看一个例子。那现在画面上等一下会出现一些图片。好，那比如说现在看到一些图片，那再回到 EEG 的这个荧幕上呢，会发现有一些数字标记在时间轴上面。那在开始记录的时候呢，这个最下面的时间轴它的时间就会开始累加。那这个数字呢，就是代表某一个事件发生的时间。对，那以这个实验来说呢，就是我们会让每一张图片反复出现很多次，那最后每一张图片都会有一个自己的独特的标记，那我们就可以利用标记去当做一个事件关联电位的事件发生的时间点，然后在后续分析的时候就用这些时间点去切割出一段一段的EEG讯号，然后做一些讯号分析的步骤，那这样就可以去看所谓的事件关联电位的反应。好，那我们后面会再让大家看一下实验过程怎么准备，然后以及实做的时候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好，那我们这边要示范的是 EEG 实验的准备流程。那现在受试者已经洗过头，然后脸的周围也贴了一些挂在那个眼睛周围的眼肌肉电位的那个侦测的电极。那等一下要做的是说，我们会把它下巴套起来，然后在它头上打导电胶。那这颗帽子它是64电极。然后每一个电极里面是一个很小的空腔，那最中间这一排是称作 Z Central， 那从前面往后是FPZ， 然后 FCZ 往后，然后再来受试者的左边是单数，所以比如说单数第一排就是1号，第二排是3号，那右边是双数，比如说右边靠近中间的是2号、4号，以此类推。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画面上的那个电极的名称呢，就会知道说现在哪一颗电极它的电阻比较低，还是电阻很高。然后透过那个编号系统，我们就会知道现在针对哪一颗电极需要再做调整。那导电胶的目的就是让让电极的那个它的 AGCL 的材质呢，可以跟头皮有一个接触的界面。那我们用的是NeuroScan 原厂提供的导电胶。那通常会用这个这个不会刺伤人的平口针去在它的那个放到那个电极里面，然后拨一下头发。所以大致上在做的时候，都会跟受试者讲说，这是不会刺伤皮肤的针头。那用的时候还是要很小心。比如说，我就把针头放进去，然后在做实验之前，其实会先记得受试者头发的方向，然后在垂直头发的方向呢，左右拨一下，然后把导电胶放进去。OK， 像我现在放的是 CZ 的位置，好，你就可以看到萤幕上 CZ 的那个电阻就降低了。刚刚是红色，代表它是还没有连通的状态，然后现在它的颜色已经跑到右边的那个 scale 显示5k 欧姆以下，那就代表这一颗电极它的电阻状态已经到可以做实验的状态了。对，
好，那总共有64个电极，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把每一个电极的电阻全部都降下去。通常这个步骤呢，如果第一次自己操作的话，可能需要做半个小时。那如果说你是很熟练的话呢，我们会建议就是先从后面开始往前打，然后导电胶放进去就不要管它了，让导电胶花一点时间穿过头发，然后贴到头皮。如果自己一个人做很有经验的话，其实是可以在10分钟之内就把整颗帽子的胶都准备好，然后再针对一些特别有问题的电极再稍微细微的调整一下。好，大概就这样。头上的电极都已经准备好，可以做实验了。好，那我们通常在做实验之前，会先再做一些事情，让受试者知道实验里面什么叫做放轻松的状态，然后顺便看一下讯号的品质到底好不好。好，那现在画面上我只有选择看到一部分的电极，主要是为了要确定那个眼睛在移动的时候产生的电位反应是不是很清楚的被电极帽记录到。好，那现在可能请受试者连续眨几下眼睛。好，你会看到在眨眼睛的时候就有一个有一个电极反应有一个垂直眨眼的反应很大。好，那现在请受试者把眼睛看着荧幕中间，然后不要眨眼睛，但是左右的来回移动。那你就会这时候就会看到呢，有一个出现方块形状的电流反应，那个就是眼睛在执行水平移动造成的干扰。那这两条你会发现有一些电极的线会被这个眼睛移动干扰，有一些不会。那这套系统它就是利用HEO 跟 VEO， 就是垂直跟水平眼动的那个肌肉电位的反应呢，来帮我们判断说受试者眼睛是不是固定的盯在一个位置上，因为 EEG 是一个蛮弱的讯号，然后放大器在放大那个电极的讯号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把肌肉电位的反应也放大。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在后续分析，把一些产生眼动或者是其他杂讯的讯号把它排除掉。这样，好，那这样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准备让受试者做实验。